米店传奇。1931年，台湾还是日据时代，家家户户大多过着贫穷的生活。15岁的王永庆先生离乡背井到嘉义去当配米工人。找到工作的他对这份工作格外珍惜，不但全力以赴，也细心观察老板经营米店的诀窍，作为日后创业的准备。2年后，他靠着父亲借来的200元作为本钱，在嘉义开了一间小米店。当时弟弟王永成、王永在先生也一起来米店帮忙，3兄弟齐力同心，开始了创业之路。当时嘉义是台湾知名的粮仓，许多米店很早就在当地经营，而且在日据时代，台湾人经营米店并不容易，因此王永庆先生初期的米店事业只能挨家挨户去推销，但是效果并不理想。那时的农村都把稻谷铺在马路上晒干，稻谷碾成米后，还会有米糠、小沙子等杂物。王永庆先生认为，这样子的稻米品质低落，不仅客人不满意，米的品质也和其他米店差不多，没有办法与别的店家竞争。因此，要打开米店的名声，必须先从米的品质着手。他和2个弟弟一起动手，将米中的米糠、砂石一点一点挑出来。在注重品质的同时，王氏兄弟们以独创的客户管理方式，将客户家中的人口数、需要的米用量、购买的周期及发薪日编列成册，设立用户买米日期的表格，方便预测客人多久会把米用光，到时候再亲自上门送米，并在客人的领薪日后去收钱，不仅确保客户家里不会断米，也可以顺利收到款项。此外，王永庆先生在送米的时候，会把米缸的米先倒出来，擦拭米缸后，再将新米倒进米缸，最后把旧米放到最上面，方便客人先把旧米吃掉。这也是现代先进先出的仓储管理概念。有一天深夜2点多，外面下着大雨，天气又冷，有一名小客栈的厨师前来敲门，希望王永庆先生能马上送1斗米过去。他披着粗麻袋就赶着出门，送完米回到家后又冷又累。王永庆先生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。当时的他心想，这样辛苦送1斗米才赚1分钱，实在不划算。于是王永庆先生买了一台小型碾米机，自己碾米，往上游发展，不仅降低了成本，也能掌握碾米的品质和时效，才稍稍改善了纯粹卖米的苦境。也就是如此注重客户的细节，才让王氏兄弟们的米店事业蒸蒸日上，在嘉义有了一席之地。从王氏兄弟经营小米店可以看出，品质管理对企业商誉的重要，并以贴心的服务、先进先出的仓储管理概念、客户管理方式，以及设置碾米厂进行垂直整合等，后来都逐渐变成事业管理的态度与逻辑。而台塑企业之所以能不断茁壮与成长，都可以说是延续了当初米店经营的经营哲学与成功模式。